215公里续航的武林马卡龙挑战1个人自驾游新疆，今天是第22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ly， 现在我在新疆的库车，目前我在的位置是位于库车的康村服务区。昨天来到了这个地方露营了一晚，今天准备要正式挑战一下，走一遍独库公路，从南到北。昨天我是在康村服务区露营过夜的，这个地方停车位很多，对面就是一个游客服务中心。对面会有淋浴间、卫生间、充电站，相当的方便。如果说大家过来这边露营过夜的话，其实可以过到对面去，会比较好。我昨天没做好攻略，所以没跑到对面去啊。现在已经是上午的10点半了，我准备要收拾一下车子，把车子规整一下，然后把我上面的东西都给卸下来，然后我就正式的出发。我多少公里哟？一个就充一下嘛？多少公里100到150之间就充一次电。你简直是啥样子？几角？啥样几角？啥意思？几角啥样子？开有那个车开嘛？那个有没有几角了？要不要什么？加时间。加油？也不是那个。没有，我这是纯电车。纯电车可以那个可以节点几角上几角 B C。驾驶证吗？还需驾驶证。驾驶证有没有那个车开？哦，驾驶证要的。有的吗？要的。你看这车牌，正规车牌。我这不是老头乐，我这是正规的汽车。老头乐那些就不用驾驶证。对啊。那就是。但是我这个正规汽车的话，它有200以上的续航呀。老头乐的话，就应该没有这种太高续航的车。又被新疆大叔询问了，他们对我这个车特别的好奇。我这车确实是蛮显眼。今天是第2波人过来问了，哇天！那新疆大叔，他们应该是维吾尔族或者说其他的少数民族。真是被围观的对象。我这辆小车宝宝巴士到哪都是被围观的对象啊，朋友们。看现在又被大叔围观了。OK 了，现在已经把车子都收拾好了，现在准备出发，先去对面的游客中心去充电。对面有一个康村游客服务中心，大家如果说晚上到了这个地方想要露营过夜的话，就可以走到对面的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去。这个服务中心它是新修好的，大家可以看得到啊。然后呢，里面的设施应该都是比较完善的，停车免费，甚至还有一些天幕可以遮阳。另外的话也可以充电，算是一个很不错的露营过夜点。但是目前为止，因为它是新修的，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你看对面还有慢充的充电桩。这边就是康村的游客服务中心，看这边有很多的充电桩，快充慢充应该都有。这边应该是慢充，然后这边是快充。你看这边都是有电的，都是通电了的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是那边还会有露营过夜的地方，像这边有一个床车啊，上面会有那个天幕可以遮阳，非常的不错哦。远处的红杉石林，哇哦，这景观美美的。OK， 现在充上电了，45%，大概要充1个小时。接下来规划一下路线，开着我这一辆215公里的纯电车，真的能走穿独库公路吗？中间要充多少次电呢？接下来我们看一下。
从我所在的位置康村服务区出发，前往独库公路的零起点处，全程520公里。中途我设置了5个途经点，这5个途经点都是可以充电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到底是哪5个途经点呢？来看一下，第一个就是我的康村服务区这边的充电站，也就是面前这个充电站。然后第二个呢，这个汽车充电站公牛充电站是位于大龙池龙门客栈的附近。第3个就是巴音布鲁克镇，第4个就是那拉提景区游客中心，第5个就是乔尔玛服务区，第6个就是独库公路的这个牦牛沟，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零起点处。这5个途经点全部都是可以充上电的，朋友们。我发现有的朋友啊，真的就是属于大言不惭，井底观天。我刚才就在对面的服务区，有一个大叔拉着他的4个客人，应该是一个旅游小团。他指着我这一辆车，对着他的客人说：“他说，你看嘛，就是这一种低续航的车子啊，它是走不了独库公路的。”当时他又问了我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的车是多少续航？从哪里来？”我跟他说了之后，他就然后就不说话了。真的，有时候你一定要出来，然后去实证过了之后，你才可以说出一定的结论。否则你的结论没有事实的依据的话，真的都是立不住脚的。像我这样开着我这辆纯电车，跑了帕米尔高原，接下来又跑独库公路。等我跑到喀纳斯，我就可以跟大家说啊，我这辆小车可牛了，它真的可以。其实最关键就是把这个行程给规划好，像我现在的话就是要把这个接下来每个地方的充电点给去设置好，然后就沿着固定的路线去走就好了。电车跟油车最大的差别就是油车可以到处随便走，只要有加油站能加上油就行，但是电车还是要规划好这个充电桩。当然这几年新疆这边的充电桩其实在不断的增加，不断的完善，所以呢就比起前几年来说要好很多啊。现在是中午的12点半，已经充好电了，刚才还煮了4个鸡蛋，现在准备出发前往天山神秘大峡谷，中途会经过一个红山石林的火车机位。OK， 现在来到了红山石林的一个火车机位，就在这一边，从这边上去看一下。这边就是红山石林的火车机位，有很多网友在这边拍出了网红图。看着面前，哇塞，真漂亮，真美呀！看着远处，这一条就是火车路。通常大家拍到的网红图都是在这个地方拍。那个火车刚好从右边一直开到左边去，拉一个长焦镜头，你看这经过的红山石林，还有移动的火车，风景啊美不胜收哦，超级好看的。不过现在还没有火车。这一片红色石林是2亿年前地质运动的杰作，古海底沉积层经板块碰撞剧烈弹升，铁质岩层氧化染上了炽烈的红色，再经冰川剥蚀与锋刃万年雕琢，最终形成了千峰耸立的奇观。这些石头山形状特别怪，像是被巨斧劈开似的，呈现出数条的沟壑，颜色是那种偏暗的红色，就像铁锈一样。夕阳时分是拍摄红山石林的最佳时间，很多网友来到红山石林都会想拍摄一张火车经过红山石林的照片，但火车的经过时间不固定，因为是货车，需要耐心等待。每天下午大概会有一趟火车经过，
所以这真的靠缘分了。还是没等来火车，看来今天的运气没有特别好，所以呢，我就继续往前走了，往前走到大龙池那边去转转，在那边充个电。又经过了克兹利亚景区的售票中心，在2022年的时候我来是没有收票的，但现在已经开始收票了，我就不进去了。的时候我来过独库公路，进过这个旁边的克兹利亚景区，那个时候这个景区还是不收费的，但是现在过了2年，这个景区已经不断的完善，开始收费了，所以我就不进去了。我也算是来过，所以呢，对于这边的风景没有特别大的执念了。天山神秘大峡谷的话，一直以来都是收费的，旁边的克兹利亚相对来说便宜一点。风景的话，其实两者相差不大，但如果说你想要去更精华的景区，那么就去天山神秘大峡谷；但如果说你想要自驾开车进这个大峡谷，那么就可以去旁边的克兹利亚，这就比较好。停下来带大家看一下库车河啊，这个地方刚刚好可以到河边看一下这个水呀，看起来好冰凉的样子啊。夏天的水量还是蛮大哟，你看，哇哦，这水一看就很冰凉，可以蒸个西瓜啊，冰镇一下饮料啊，在路边啊，真不错。这个河边，不过这边好像没什么树啊，你看这旁边光秃秃的，这些山石。就我这一种，到一个地方就停一下，到一个地方就停一下，我感觉这个独库公路可能得停很多回呀。经过了大龙池检查站。从这个地方开始就要进入山区了，准备要开始上山，爬到大龙池那边去，然后开始不断的盘山呢。越往山里面走，温度就越来越低了。现在天气阴沉下来了，没有太阳。我感觉要下雨，希望不要下雨啊，有点烦躁。如果说下雨的话，山里面可能会出现泥石流、滑坡，然后就会封路，就会很难受。所以呢，我不想下雨，当然我也不喜欢下雨天。
赶紧穿上外套，现在出来看一下，已经来到了大龙池观景台。大家看这周围，哇，这山真高，特别的粗犷，这个风格，哎呀，感觉就是一条壮汉立在这里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龙池，这边是大龙池的观景台。大龙池这一部分的湖泊会比较大，小龙池就会比较小了。顾名思义啊，看这边还有不少的这种许愿牌哦。哇塞，这个地方很空旷，就是冷了点。这是我第2次来到大小龙池这边了，那时候还是2022年的时候来呢。那个时候没什么人，因为是口罩期间，所以呢没什么人，特别的安静。不过没什么变化，看这后面，这个湖水依然是有一点点蓝色。不过今天天气不太好，阴天。这个地方海拔2500米，温度现在就是10度左右。挺冷的，所以呢，来到这边一定要穿冲锋衣啊，穿件抓绒或者说羽绒服，差不多就可以。有点冷啊，凉飕飕的。在独湖公路中段，海拔2400米处，大小龙池如同2颗蓝宝石镶嵌在赤色的山谷当中。这是天山雪水汇聚的高山湖泊，由古代冰川刨石形成的冰斗湖。终年依靠冰山雪水补给。大龙池水域宽阔，面积约2.5平方公里，湖水呈现深邃的蓝绿色。小龙池形容弯月，水质清澈见底，四周圆山环抱。9月时节，湖岸林木的绿色已经褪去，因为天色朦胧，倒是不见雪山倒影。大小龙池不仅是自然奇观，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。早在汉唐时期，这里便是丝绸之路天山道的重要水源地，商队与戍边将士曾在此饮马休整。上个世纪70年代修建独库公路时，筑路官兵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，凭借人力与简单的工具，硬是在湖泊边上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了蜿蜒的公路。如今湖岸仍可见当年施工遗留的部分痕迹，与静谧的湖光相映，无声诉说着那一段艰苦奋斗的岁月。带大家看完大小龙池之后呢，现在继续往前走，大概还要走2点多公里就到充电点了。大龙池这边有一个客栈，门口就有一个充电站，可以去充电。这边的温度真的好低啊，我冻得手脚都冰冷了，特别冷。我真的很不喜欢冬天，很不喜欢寒冷啊，朋友们。真的，新疆的冬天，哎呀，如果我要在这边过冬，我得找地方过冬才行。OK， 现在来到了这边的一个餐厅，来看一下这个充电站在哪呀？公牛充电站就在这边过去，这边是一条小路。哎呦，这条路没有铺装过哟。这公牛充电站建得蛮偏的哟，不过至少有啊，在大龙池这边也算是可以充电，是比较好的。就这边一直过去，哎喂，这充个电不容易啊。大家看这一座桥，刚刚好啊！我的小车来去没有障碍，非常的轻松。这边还是一个龙池雪场的游客中心哦，看起来应该还没建好，刚刚建了这个游客中心，但是没人。OK， 现在来到了这个公牛充电站，这个充电站还蛮偏的，你看这风景秀丽无比，就是有点偏，嘿嘿，还有慢充呢，不错不错。OK， 现在充上电了，现在剩余电量48%，大概要充1个小时。
回车里面吃鸡蛋去。好冷啊，真的好冷啊！我感觉越往北边越冷。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尽快跑快一点，因为到时候等我去到喀纳斯那边就更冷了，所以得跑快一点。当然也不排除这边海拔比较高的缘故。好冷啊！幸亏早上充电的时候煮了鸡蛋，在路上就有的吃啊。下午的4点55分充满电了，继续出发。现在开始下小雨了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小雨滴。准备开始盘山了，朋友们，这边都是之字形的弯道。爬到一个半山腰上了，给大家看一下附近的风景啊！哇，我的天哪，风好大！这个盘山路是一直盘上去的，大家看这远处，这山上，而且风特别的大。哎呀，我的小车！哎呀，你看这远处的风景很漂亮，特别漂亮。就是太冷了，风又特别大，冻死我！哎呀，现在来到最高点了，这边就是铁力买提达坂，然后这边就是铁力买提的隧道。哇哦！天上好像飘雪了，朋友们，都是那种小小的冰晶。我现在过到对面去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刚才是怎么盘上来的。看到没有？下面真的是弯弯绕绕啊！大家看这远处，这山上覆盖的积雪，哇，好冷啊！还有这下面之字形的弯道，弯弯绕绕，一直盘到山底下。独库公路是一条贯穿天山南北的险峻天路，全长561公里，其中1半以上的路段穿越深山峡谷，海拔落差超过3000米。它就像一道闪电，劈开了天山山脉，沿途要翻越4座终年积雪的冰达坂，跨越5条汹涌的河流，堪称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。但真正能让它成为英雄之路的，是建设者用鲜血铸就的传奇。在1974年至1984年的筑路岁月当中，数万名官兵在绝壁上凿石开路，雪崩、塌方、泥石流随时都可能会夺走生命。他们在零下30度的冰达坂上打炮眼，在100米悬崖上悬空作业，用钢杆和炸药硬生生地劈开了天山的脊梁。如今，当我们驾车穿行在蜿蜒的挂壁公路上，仍然能看到悬壁上残留的凿痕。那些留在弯道旁的168个生命，用青春血肉铸就了这条连通南北疆的通道。这不是一条普通的观光公路，而是一座矗立在天山之上的英雄丰碑。穿过铁力买提隧道，继续向前走，准备下山去。出隧道了，向山下走。朋友们，必须停下来给你们看一看雪景啊！你看现在天空中冒着
都是小雪晶、小冰晶，你看到没有？大家看一下这周围，这山上全是雪，你看上面，哇哦！还有在远处也是。还有我的小车车，哎呀，小车车辛苦了。终于看到羊咩咩啦！你看它们的黑头羊，那个头全是黑的，身体是白的哟，真好看！哎呀，难得见到它们。跑了90公里，现在来到了巴音布鲁克草原，这边就是巴音布鲁克大草原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边的草都已经黄了呀，而且也没什么牛羊，就看不到羊啊。你看这远处还有一只狗。不知道它在叫什么呢？在对着哪里叫？一直在叫。看在远处还有那个哈萨克的毡房，当然也有一些小房子。这远处这个山，哇，你看这个雾，腾云起雾，连着天上的这个云层，哇，好厚啊！今天如果说是大晴天的话，这里的风景就会很好看了。不过刚刚下完雨，也没有一帆风顺吧。给大家看一下风景。这才是真真正正自由的牛羊。看牧民穿的特别的厚，因为很冷，这里。哎呀，冻死了！我要冻死了！啊，太冷了。溜了，现在直奔巴音布鲁克镇。到达巴音布鲁克镇了，朋友们，准备要去找露营地了啊！看着远处的雪山，哇哦，看着冰冷啊，好冷啊！终于来到今天晚上的露营过夜点了，朋友们。这边是一个停车场，也是一个露营地。同时的话，它还会有这种充电桩啊，洗手间也是24小时开放，相当的方便。如果说大家过来的话，也可以过来。这现在冷的受不了啊！你看那边，远处还有人在那边搭帐篷。这么冷的天还睡帐篷，冻死了。我现在准备先收拾一下车子，然后把今晚的床给弄出来。把床弄出来了之后呢，接着再煮个面啊，晚餐就这么解决了啊！冻死我了，冷死我了。不要将门窗完全紧闭，留意到空气保持清新流通，能有效预防氧化碳，避免中
OK 了，已经把我的床都收拾出来了，现在准备要做个饭，也就是煮个面。OK， 已经放上水了，现在准备烧水。我的小锅正在烧水，突然看到天空，哇哦，朋友们好漂亮啊！你看，好美啊！这个火烧云，看这远处，哦，太好看了吧！最美的火烧云，最美的日落。看这边。你看那天空，哇，这个颜色真好看。今天的晚餐泡面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专门端到车里面吃啊，外面太冷了，特别冷，给我冻的鼻涕都要流出来了，我天啊！来放点高汤。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泡面很简单呐，我还会再加上1根火腿肠，加2个鸡蛋。这鸡蛋还是我今天蒸煮的呢，没吃完，我煮了4个，吃了2个，然后这2个呢刚好可以放到这个泡面里面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火腿肠，这是100分的泡面。把火腿肠放进去。这巴彦布鲁克这里也太冷了，我天哪，我的天哪，冻死了，冻死了！我真的就是一个南方的女孩子，就是北方的寒冷，我真的有点受不住啊。这个鸡蛋给剥了，然后放到锅里去。OK， 放1个，然后还有1个。焖了一下，应该 OK 了。哇哦，100分的泡面！来点汤。哇塞，这个味精的味道有点重，但是呢，至少是一口热汤呀。这么冷的天，喝一口热腾腾的汤还是很好的。啊，好烫啊！啊，妈，好烫啊！烫死了！哎呦，来吃口面。真香。今天晚上呢，就准备在这里过夜了。然后，我看一下吧，那个慢充可能要充电。明天早上早一点起来充电，或者说晚上睡觉前充一会儿，然后明天早上再充一会儿，慢充就 OK 了。其实这边也有快充，但是慢充对车子比较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要认真的吃饭了。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吃好、喝好、睡好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接下来的行程。我们下一期视频见，拜拜。